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是否曾经注意到，有些人在生活中总是付出很多，却总感觉收获甚微？他们努力工作，心怀善意，却常常遇到麻烦、争吵或者不顺心的事。他们用心对待亲人，却换来误解或冷漠。这种现象在佛法中称为福报浅。福报浅的人并不是天生命不好，也不是命运不公，而是因为他们在前世或今生中累积的善行德行不足，因果未成，自然在现实中会显现出愚蠢的行为模式。地藏经中曾说，若人受福，福虽浅而终不长久，若人受禄，禄虽多而终不安稳。意思是，福报浅的人即便有短暂的好运，也难以稳固，因为他们的心性和行为没有与福报相应的力量来承载这些好运，于是他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做出损己或自困的行为，这就是最擅长干愚蠢事的现象。在家庭中，福报浅的人往往容易因为自己的固执或急躁而伤害亲人。比如，一个人明明爱自己的伴侣，却因为一时的情绪爆发，讲出伤人的话，或者明明想帮孩子，却在教育上过分严苛，反而让孩子产生抵触甚至叛逆。这种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恶意，而是因为心智与福报不相称，行为的结果往往偏离了善意的初衷。这就像地藏经中讲的善恶随缘报应，虽小亦不失。福报浅的人常常因为不懂心法而触碰到了不善的缘分，结果就形成了看似愚蠢的行为。职场中也如此，福报浅的人可能工作努力，却总是碰到小人作梗，或者好不容易做成的事情，因为心浮气躁，缺乏耐心和智慧而半途而废。他们可能会抱怨命运不公，却没有意识到，这是因为他们的心性尚未成熟，福报尚浅，无法承载更大的顺利与成功。佛说因果经中提到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。福报浅的人正是因为过去的善行尚浅，所以即便现在想行善，果报也来得慢，结果就显得不合逻辑，让人困惑，甚至被称为愚蠢。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，有人明明出于好心去帮助朋友或同事，却反而被误解；有人耐心劝导子女，却总是换来冷漠回应；有人努力工作，却老是遇到小人陷害或挫折。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现象，在佛法因果观下却是非常自然的结果。福报浅的人因心性未养，因行不纯，善果未至，恶因未消，行为结果就像迷雾中漂流，显得愚蠢而徒劳。为什么福报浅的人最容易犯这些愚蠢事？佛家讲，心性与福报是相辅相成的。当一个人心浮躁、贪欲重、善行不足时，即便有意做好事，也容易偏离善道。就像地藏王菩萨在《地藏经》中所说，若能谨慎其心，则善业增；若放逸其心，则恶业生。福报浅的人往往因为心放逸，未能谨慎，结果做出的事情即便初衷善良，也容易带来负面后果。举个生活中很常见的例子，夫妻关系中，一方心性急躁，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每次争吵后总觉得自己说的有理，却忽略了伴侣的感受。时间久了，彼此积累了误解和伤害，表面上看是小争吵，实际上是福报浅带来的行为失衡。若夫妻双方都能修心行善，积累福报，即便争吵也容易化解，因为心性与福报相称，行为自然趋向智慧与善巧。福报浅的人不仅容易在家庭和职场中显得愚蠢，在金钱与财富上也常有类似的表现。他们可能拼命赚钱，
却因为贪心或缺乏理智规划而总是花得过快，或者投资不慎，导致损失。佛说，福德之人如水击穿，不息而长久；福德浅薄，如风中火，易灭难留。福报浅的人，善行不足，福德如微火，稍遇风吹即熄，善果难成，生活也因此显得蹉跎而不稳。观察这些现象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福报浅的人最擅长的愚蠢事，往往不是出于恶意，而是因为心性与行为不符，因果未成熟。这是佛法所强调的因果必然性，一切善恶行为都会随着心性、福报的深浅而在现实中显现不同的果报。明白这一点后，我们就会对身边或自己所遇的不顺、挫折有更多的理解与耐心。生活中，福报浅的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容易重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：一个人明明已经吃亏一次，却依然固执地选择同样的做法；明明曾被误解一次，却依然毫无防备地信任他人。佛家讲，这正是因果未清、福报浅薄的表现。地藏经中云：因果有定，善恶自招，若不谨慎心念，则重蹈覆辙。福报浅的人之所以显得愚蠢，不是因为他们天资愚笨，而是因为福报与智慧尚浅，行为自然容易偏离正道。在亲密关系中，这种愚蠢表现尤为明显。比如夫妻之间，福报浅的人常常因为一时冲动说出伤人的话，而事后又懊悔不已。他们明明心怀善意，希望家庭和睦，却总因为情绪管理不善、缺乏耐心而引发争吵。地藏菩萨在地藏经中曾提到，人心若散乱，则善果难至；人心若清净，则恶缘自消。意思是，心若不稳，福报浅的人即便想行善，行为也容易偏离，结果反而伤及自己和亲人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，福报浅的人最擅长干愚蠢事。他们做的事情看似是善行，实则结果往往与预期相反。再看看职场中的例子，福报浅的人常常努力工作，全力付出，但总是感觉吃力不讨好。他们可能过于相信同事，结果被小人陷害，或者明明有好机会，却因为心浮气躁、决策仓促而错失良机。这些看似偶然的挫折，其实是因果的体现。佛说因果经中讲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。若福报浅薄，则善果未至，恶果反现。换句话说，当一个人的福报尚浅时，即便行善，也不一定立即获得善果，而一旦遇到恶因，结果就会更加明显。福报浅的人还常常在金钱与理财上显得愚蠢。他们可能努力赚钱，却常常因为贪心、急躁或缺乏规划而花掉辛苦赚来的财富，或者在投资上轻信他人，最终血本无归。这其实是福报浅带来的必然结果。地藏经云：福德浅薄者，如风中火，易灭难留。善因不深，福报短暂，所以即便短期有好运，也难以稳固，生活总是起伏不定。更深层的原因其实与心性有关。福报浅的人往往心念不专，贪欲重，浮躁多，慈悲不足。他们想做好事，但心中杂念太多，善行难以纯净。地藏经讲，若人行善，心若不清，则果报浅；若心清净，则果报长久。意思是，善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，更重要的是心的清净与专注。福报浅的人，心不稳，念不纯，所以即便努力，也常常做出看似愚蠢的选择。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典型表现，无法承受挫折。福报浅的人往往缺乏内在力量，
当遇到困难时，容易慌乱或过度反应。他们可能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就情绪失控，或者因为一次失败就灰心丧气。这种状态又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行为判断，导致更多不顺。佛家教导，心若坚固，则能化险为夷；心若动荡，则小事成灾。福报浅的人，因心性不稳，行为自然偏离智慧与善巧，也就显得愚蠢和无助。然而，福报浅并非无法改变。佛法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修心、行善、积福来逐渐增加福报。比如，在家庭中多一分耐心和理解，在职场中多一分谨慎与智慧，在财富管理中多一分节制与规划。这些都是增福报的具体方式。地藏菩萨说，若能谨守善行，则福报渐增，恶缘自消。福报浅的人，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地修善积德，逐渐心性稳固，行为与福报便能相称，生活也会越来越顺利。观察身边的人，我们会发现，福报深的人在生活中往往稳重、善巧、淡定。他们遇事冷静，心念清净，行事不急不躁，善果自然随之而来。而福报浅的人，虽然也希望生活顺利，但因心性与福报不匹配，常常努力越多，愚蠢越明显。这并非讽刺，而是佛法中因果定律的自然显现。前面我们讲了，福报浅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显得愚蠢，无论是在家庭、职场，还是财富与情绪管理上，都容易因心性不稳、福报浅薄而产生不顺。那么，福报深的人又是怎样的呢？他们的行为与心性为什么常常让人感到稳重、善巧、顺利？这其中的差别，其实正是佛法中因果与福报的真实体现。福报深的人，首先在心性上稳定，他们遇事冷静，情绪不被外境轻易左右，即便遭遇困境，也能保持内心清净。佛家称之为心不动摇，福自长久。地藏经中提到，若人心清净，虽处险境，亦能安稳。意思是，福报深的人，即便面对挑战，也不会轻易做出偏离善道的行为，因为心性与福报相称，智慧自然随之而来。举个家庭生活的例子，夫妻之间难免有矛盾，但福报深的人，即便争吵，也能保持理智。他们不会一时冲动伤害对方，而是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沟通问题。即使伴侣心情不好，他们也能耐心包容，用慈悲化解矛盾。这种行为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而是长期积累善行与福报的结果。心性稳固，善果自然随之而来，家庭也因此和睦，生活充满顺利的能量。在职场上，福报深的人同样表现出稳重与善巧，他们不会盲目追求短期利益，而是以长远智慧为行动指南。即便遇到小人或挫折，也能以平常心应对，不被困境打乱节奏。佛家讲，心若清净，则善果长久。福报深的人在行动与因果中自洽，因此顺利与好运常常伴随左右。他们的行为显得自然、稳健，而不会像福报浅的人那样重复犯错，徒劳无功。财富与福报也有类似表现。福报深的人懂得节制与规划，不盲目追逐贪欲。他们积累财富时注重正当手段，花费时讲究度量和节制，因此财务稳健，生活安稳。地藏经有言，福德深者虽少亦足，福德浅薄者虽多亦虚。意思是，福报深的人，即便财富不多，也能安心生活，因为福报支撑着他们的心与行。而福报浅的人，纵使短暂拥有财富，也容易因心浮气躁而流失。那么，
福报浅的人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？佛法中强调，福报不是偶然得到的，而是通过修心行善、积福积德逐步累积而来。地藏经多次提到，若能谨慎行善，则福报渐增，恶缘自消。具体而言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：心念清净，减少杂念。每个人的心念都是因果的源头。福报浅的人往往心浮躁、贪欲重、情绪化，而福报深的人则心稳、慈悲、宽容。日常生活中，可以通过持诵佛号、静坐、观想善行等方式，让心念逐渐清净，从而为福报积累稳固基础。行善积德，从小处做起。福报并非必须立刻做大事，日常的善行同样重要。帮助邻里，关爱家人，安慰朋友，善待动物，每一个善行都是福报的种子。地藏经讲，积小善，终成大福。福报浅的人若能坚持这些小善，福报会逐渐加深，行为也会越来越智慧。谨言慎行，避免恶行。福报浅的人容易因冲动而做出不善的事情。保持谨慎，控制情绪，避免口舌之争与恶行，也是增加福报的重要方式。佛法中讲，言行合一，福报自增；言行不慎，果报自受。学会自律是修福报的核心功夫。持戒与慈悲，培养善心。戒律不仅是约束，也是修心的工具。福报浅的人若能守戒律，持慈心，心性会逐渐稳固，行为会与善果相应。地藏经说，若能持戒精进，福德自然增长。持戒与慈悲能让福报稳健而长久。通过以上方法，福报浅的人可以逐步转化命运循环。开始时，变化可能微小，甚至不明显，但随着时间积累，心性稳固，善行累积，行为会变得智慧，生活也会逐渐顺利。这是佛法因果的必然规律。福报深与浅的差别不是天生，而是可以通过修心行善逐步改变的。我们前面讲到，福报浅的人往往因为心性不稳、善行不足，而在家庭、职场、财富和情绪管理中容易做出愚蠢的行为，而福报深的人则心性稳固，行事善巧，生活顺利。现在让我们通过一些具体案例，看看如何将佛法智慧应用到日常生活中，让福报浅的人逐渐转向福报深，行为更智慧，生活更安稳。先来看家庭生活的例子。小李夫妻相处多年，但因为沟通不畅，总是因为小事争吵。小李本意是关心妻子，却常在忙碌和压力中忘了耐心与温柔，导致争吵升级。按照佛法理念，这是福报浅的体现，善意虽在，但心性未稳，因果未成熟，行为结果偏离善果。后来小李开始每天早晨静坐10分钟，持诵南无地藏菩萨，并在心中默念愿我言行温和，心念清净。同时他刻意在沟通中多听少说，每次争吵后学会先冷静再处理问题。几个月后，夫妻关系明显改善，争吵减少，理解增多。这里的关键是通过心念修行与善行实践，让行为与福报逐渐相称，从而化解困境。在职场中，张女士是一个努力工作的白领，但总感觉吃力不讨好。她明明完成任务认真，却因为缺乏耐心和策略，容易被小人陷害或错失机会。佛法告诉我们，福报浅的人容易重复犯错，是因心性与行为不相称。张女士开始每日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谨慎，是否符合善巧之道。她也开始在工作中多观察，遇事不急躁，不与小人计较，而是稳中求进。逐渐的，
他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事认可，机会增多，生活顺利了许多。这说明福报的积累需要心性的稳定和行为的智慧相辅相成。财富管理上，王先生曾经收入不错，但总是因为贪心和冲动投资而亏损。福报浅的人常有这种行为，因为福德未积，心性浮躁，善行不足。后来王先生开始修行慈悲和节制之心，他每天在支出前先心念一遍愿我财富正当，善用不贪，并将一部分收入用于慈善和助人。渐渐的，他的财务状况稳健下来，家庭也更和睦。佛法中讲积小善成大福，正是这个例子最生动的体现。福报浅的人通过持之以恒的善行与心念修炼，可以让生活逐步趋向稳健与顺利。情绪管理同样重要。福报浅的人往往情绪容易波动，遇到挫折或误解容易急躁、抱怨甚至伤人。这种行为会加重因果失衡。小陈是一位性情急躁的人，常因工作或家庭小事焦虑不安，导致与家人、同事关系紧张。后来他开始每日诵读地藏经文，静坐反思自己的行为与心念，并在日常遇事时刻意调整呼吸，提醒自己心不动，行自稳。慢慢的，他的情绪波动减少，人际关系改善，生活开始顺利。这说明福报的积累与心性修炼密不可分，心稳则行为稳，福报随之增厚，困境自然化解。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，福报浅的人并非命中注定愚蠢或不顺，关键在于心性修炼与善行积累能逐步改变命运循环。佛法强调善恶随缘报应，虽小亦不失。也就是说，每一次善行，每一次自省，每一次心念清净，都是福报累积的过程。只要坚持，福报必然增长，行为逐渐趋向智慧与善巧，生活也会随之改变。总结来说，福报浅的人最擅长的愚蠢事，其实是心性与行为不相称的自然结果。他们可能善意满满，却因心浮躁或善行不足而遭遇挫折；他们可能努力工作，却因缺乏智慧而吃力不讨好；他们可能尽力爱人，却因情绪失控而伤害亲情。福报深的人，则因心性稳固，行为善巧，能够稳稳承载善果，生活顺利而安稳。佛法教导我们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修心、持戒、积善、慈悲、谨言慎行，逐步增加福报。小善累积成大福，心稳化解恶缘，生活自然趋向和顺与安宁。福报浅的人，通过每日的修心与行善，可以逐渐走出愚蠢循环，行为智慧而善巧，人生也会变得稳健而幸福。最后，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明白，善行与福报不是偶然，而是因果的必然。心念清净，行为稳健，则福报自然增长；心性浮躁，善行不足，则福报短浅，愚蠢自然显现。愿我们都能从今天起修心行善，积累福报，让生活不再被愚蠢与挫折束缚，而是稳健、顺遂、幸福而圆满。回顾前面的内容，我们讲了福报浅的人在生活中容易做出愚蠢事，无论是在家庭、职场、财富还是情绪管理中，总会显现出因心性不稳、善行不足而带来的不顺与挫折。而福报深的人，因心性稳固，行为善巧，能够顺利承载善果，生活安稳而圆满。现在，我们来把这些道理进一步总结和升华，让佛法的智慧更直观地融入日常生活。首先，什么是福报浅？佛经中多次提到，福报浅者，善行少，心性浮躁，因果未成熟。简单说，
就是你希望生活顺利，希望做对事，但心性未稳，行为不纯，结果自然偏离善果。地藏经中说，若心不净，虽行善亦浅，若心清净，善果自至。意思是，善行不仅在于外在行动，更在于内心的专注与纯净。福报浅的人往往善意虽在，但心念杂乱，因此行为结果容易偏离善道，显得愚蠢或徒劳。再来看看福报深的人。福报深的人心性稳固，行为善巧，能够顺应因果规律。家庭中他们温和理解，沟通顺畅，矛盾化解；职场中他们稳重谨慎，善巧处理事务，事业顺利；财富管理上他们节制理智，稳健积累；情绪上他们心念清净，遇事不急不躁。正如佛说，心若稳，则善果自至；心若乱，则恶果随缘。福报深的人看似顺利，其实是心性与行为、因果与福报相称的必然结果。那么，福报浅的人如何改变这种循环呢？佛法告诉我们，福报不是固定不变的，而是可以通过修心、积善、持戒、慈悲而逐渐增长。具体来说，修心清净，每天静心、诵经、观想善行，让心念逐渐专注而纯净。这不仅让心稳，也让行为更智慧。福报浅的人若心浮躁，杂念多，即便做善事，也可能偏离善果。行善积德，日常生活中的小善同样重要。帮助家人，关心邻里，善待朋友，每一个善行都是福报的种子。地藏经云，积小善，终成大福。福报浅的人坚持这些小善，福报便会逐渐加深。谨言慎行，控制情绪，避免口舌之争与恶行。佛法讲，言行合一，福报自增。福报浅的人若学会自律，行为与心性相符，愚蠢行为自然减少。持戒慈悲，戒律是修心的工具，慈悲是福报的泉源。持戒精进，心怀慈悲，福报才会稳固长久。地藏菩萨说，若能持戒精进，福德自然增长。通过持续修心行善，福报浅的人可以逐步走出愚蠢循环，行为变得智慧而善巧，生活也会越来越顺利。关键在于坚持与恒心，每日的善行和反思都是福报积累的过程。不要期待立刻显效，因为因果有时缓慢，但必然不虚。最后，让我们用佛法的智慧对全篇做一个收束。福报浅的人最擅长干愚蠢事，并非天生愚笨，而是心性未稳，善行不足，因果未成所致。福报深的人稳重不愚蠢，生活顺遂，因心性、行为与福报相称。每个人都可以改变，通过修心、行善、持戒、慈悲，逐渐积累福报，让行为智慧而善巧，生活安稳而幸福。佛法中，因果循环如同流水，善因汇聚成福报，恶因若不修正，则困境不断。福报浅的人可以通过每天的小善，心念清净，谨言慎行，让自己逐渐转向福报深，行为逐步走向智慧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福报累积，生活自然从混乱走向安稳，从愚蠢走向善巧。愿我们都能明白，福报浅与愚蠢并非宿命，心性稳固，善行积累，生活便能稳健而顺遂。愿每一位听者都能从今天起修心行善，积累福报，让自己与家人、朋友、社会都受益，逐渐远离愚蠢行为，走向智慧与幸福的生活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福报浅者，行事一失，心念稳则万事自顺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